大家好，我是大王。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大陆人口出生率断崖式的下跌，人口问题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傅鹏认为生育率问题核心在于个体意识的觉醒。当人们认知提升之后，会更多考虑自我实现和养育成本，因而理性选择是否生育，生育就呈现了两头多、中间少的现象。富人没有压力，敢生。底层人群因为认知简单也会生，中间阶层最矛盾，既有觉醒又缺资源，最不敢生。政府难以干预想不想生，只能通过经济支持缓解不敢生的压力，但政策效果是有限的。生育问题更多又是文明发展的自然周期。关于人口问题，傅鹏认为人口它其实是经济中的一个长期核心变量，人既创造财富也承担债务。人口变动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那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怎么做呢？他们一般都是通过移民来调节人口，移民已经成为他们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但相比之下，中国、日本、韩国等等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受历史文化影响，普遍不太接受移民，更依赖本国的出生率来维持人口数量。但是这个生育率提升可并不容易日韩的低生育率困境已经证明，就靠补贴政策调整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这个人口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文化、经济与社会价值观的复杂博弈，解决起来并不简单。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特约财经评论人、前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在演讲中又经常提出一些火爆言论的傅鹏怎么来解析这个问题，他的依据和观点究竟是什么？其实这个人口呢是一个重要的大周期这个变量，无论是对于这个经济增长，还是对于债务的可持续性。我们说人呢最终来创造财富呢，同时呢人最终呢也是用于这个承担债务的。虽然说这个话不好听但是现实是这样子。所以说人口呢作为这个我们说一般来讲，作为我们研究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很长周期的一个这个变量。那么在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不太去注意它的。但是呢，这2年呢，其实用我的话说，人口的这个问题不光是这个我说这个出生率下降的这个问题，其实包括人口的这个伴随着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它其实穿透过来，已经通过这个方方面面在影响着我们的这个经济。如果对老百姓来讲呢，甚至都是在影响着你的这些资产价格了。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差不多这4、5年吧。其实你会发现呢，我在很多的这个公开场合演讲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去提到这个人口的这个话题。那当然了，你会发现呢，就说在很多时候跟一些网友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呢，他们其实对人口和经济之间的这个理解呢，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偏差。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就上来就会说，那没事实际上这只是正常发展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呀。那你比如说他可能也会说，你比如说西方的这些发达经济体，对吧？它也人口老龄化了，然后它的经济怎么样？我想说的是，首先第一点，在做整个这个人口和经济分析的时候这第一步呢，就涉及到一个最核心的一种划分。那这种划分呢，实际上是源自于这种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这种影响。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叫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它在这个最根本的底层这个认知和意识形态上，它的这个人口的逻辑就是不同的。比如说很多的这个海洋文明岛屿的国家，它的人口可能不光是他自己出生老龄化的这些问题，它可能更多的要考虑移民实际上现在很多的西方发展经济体，我们去讨论它人口的时候，都不是去讨论它的生育的问题了，而是去讨论它的移民政策，去讨论它的这个移民问题比如说英国、美国、加拿大，对吧？甚至这些国家，你会发现大家对它的移民政策往往也会纳入到对经济分析的这个框架中间去。这其实也是人口的一个重要这个变量，只是说对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它更倾重于这种移民。但是对于这种内陆的农耕这种文化呢，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决定了我们其实很大的部分程度是要靠生育的，而不是靠移民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像中国呀、韩国呀，甚至包括日本在内这种我们说这个从骨子里边并不是特别的倾向于这种移民融合的这种国家，其实更多的就要考虑它的人口出生的问题，就生育率的问题了。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多。就在分析这个人口和经济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我们说需要去让大家去理解的地方，其实很多，否则的话就会产生很多这样的一个误区或者是这种误解。
就是说发达国家其实是在用移民政策来缓解人口下降的问题，但是像中国、日本、韩国，你觉得我们不能靠移民解决问题，主要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传统上觉得还是不喜欢这种民族融合的这种社会的文化方式。对的，你这个总结就非常的精准。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点名的这些国家吧，那你就会发现呢，当他遇到由这种人口长周期带来的这个经济的这种影响的时候，那他经常会干一件什么事情啊？比如说隔个5年10年，他会放松移民政策啊，隔个5年10年呢，他可能会收紧移民政策啊，就是人多了呢我就收紧，人少了呢我就这个放开，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我需要这个人口去支撑我的这些资产价格或者是这些债务的可持续性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通过放宽移民政策，我大举的吸引这些高端的这些移民，比如说甚至连我们的隔壁香港都会这么做，对吧？给你一个高才或者优才啊，那实际上这个才就包括两个概念了，一个是才，人才的才，一个是财富的财，对吧？那本质上来讲，通过这种政策的调整来吸引的这个人口的增加啊，实际上本质上来讲就是解决经济的，或者说这个对冲经济也好，解决经济也好的一些这个常规手段。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有很庞大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延续的，其实呢，它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硬约束。说实话，我们确实对这种移民的融合呀、包容啊，这些其实是不具备着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的。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的就确实扎扎实实要考虑我们的人口出生的问题。但是听起来可能这个移民政策是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其实如果靠自己的政策的话，你看韩国、日本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好的榜样，他们的生育率问题比我们前置很多，他们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对吗？对的啊，那这个呢，用我的话说呢，就是它是个慢变量，因为你调整这个人口的出生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个变量。第二呢，我们在这种大的这种背景下呢，生育的这个问题本质上跟经济增长它是一个正相关。这个正相关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很多人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呢，人生育就会减少，这个人更多的会享受生活呀，啊，对吧？什么慎重的结婚啊，或者生子啊。其实不完全是，准确说，我觉得更精准的就是经济的早期，这个高速增长是源自于什么？你比如说像二战之后的这个韩国、日本，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中国，我们早期的这个高速经济增长啊，如果是穿透过去了以后，大家可以理解为战争后的所有的要素的再分配，同时呢，它在主流的人啊，就是人的这个意识形态里呢，它是一个这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呢，这种经济增长呢，其实就比较容易高增长嘛，所以大家实际上都是很容易持恒耐劳啊，这个很容易去这个发挥集体效应的。但是它在这个人口的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它的整个婚姻观、价值观、生育观，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掺杂这个所谓叫个体意识。这个话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他们那一代，对吧？他们那一代，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可能是单位。这个叫介绍，对吧？或者叫做组织上指派，实际上你就会发现呢，上一代人呢，他其实真正的像现在年轻人这么强烈的这种爱情观啊，这么强烈的一个要有一段美好的这个爱情，然后呢要有一段美好的婚姻，他们的这种个体意识形态呢其实不强大，所以说呢，他们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差不多就行了，其实那个年代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他也比较的容易早婚。早孕、传宗接代，它本身也是一种传统。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传宗接代，其实它也是一种集体大家族意识的一种反应啊。你比如说，什么叫个体意识的反应？是我自己过好我自己，我孩子是我没有能力去抚养的话，那我就宁可不要。但是在以前不是，以前不管你有没有能力抚养，你不生可能就是对家族的一种罪过，或者对集体的一种这个罪过。它其实那个时候更多的强调的就是家族也好，或者大集体的这种意识形态，所以他会忽略你很多个体的。这种感受，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首先第一点，它一定会从这种简单粗暴的高增长，慢慢的过渡到这种精致的啊，我们说这种重质量而不是重总量的。所以说，你单纯从增速的角度来讲，一旦过渡到这个阶段，增速肯定是减弱的。你比如说，我们说二战后一直到1975年吧，你可以说包括欧美在内的都是经济高增长，对不对？日本呢，到1989年左右、90年左右，它也是这个高增长阶段。那这个阶段，是不是说高增长一定都好？那之后就变成了低增长。但是这个低增长，你要知道，一方面经济有了一定的体量，第二方面呢是这种低增长下，更多的开始这种质量上的增长
而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就是说一旦过渡到这种增长的时候，我完成了原始的解决这个生存的这种需求之后，其实我们的个体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发生了这种转变。我们开始更多的去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来，我要做些什么，对吧？我可能来也就是这一辈子，那我需要更多的去把这一辈子活得精彩一些。这个时候呢，我用我话说，就是他的个体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爆发开始产生。那这种爆发越来越强烈，首先第一点，他在婚姻观上，对吧，在这个组成家庭上就会变得越来越慎重，越来越考虑个体的这种感受。那么进而呢，他就会这个慢慢的演变成这种晚婚晚育的这种结果，甚至到最后就会变成像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会说的，哎呀，没有遇到合适的就单着嘛，一个人挺好的，但是我绝对不会委屈我自己。这个话的含义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东西，他的个体觉醒了。个体一旦觉醒了以后呢，我们说在自然的增长上面，无论是人口的增长还是经济的增长，都会放缓。你比如说，在这个经济增长中间，那这种个体的这种觉醒很有可能就变成了像以前呢，就说哎呀，我们要努力加班，这个为公司创造贡献，为集体创造贡献，但是我们从来不去追求这种叫个人的这种回报，就是像老一辈都有这种大公无私的这种精神。那可能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变成了那4:59要下班了，老板说要让我们加班可以，那你就按照法律要满足我的个体的补偿，那你就应该给我加班费。那你换成上一代人就会说，哎呀，你们年轻人怎么这样？其实用我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这两边都对，只是说他的主要的这个认知的意识形态上处于两个角度，一个处在左边，一个处在右边。那我们说在这个经济增长中间呢，它就会慢慢的把这种集体带来的这种效率慢慢的牺牲掉但是呢，更多的就开始强调它的这种个体价值。这个时候呢，很容易把东西做得很精致，你可以理解就是精致主义或者利己主义，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指的是个体主义的一种觉醒吧。你在经济上会陷入到这种状态，那么在人口上面对应的也会陷入到这种状态，也就是经济过了高峰以后，开始慢慢的陷入到低增长重质量之后，其实个体也是低增长重质量。也就大家更注重自己当前的这种生活质量，但是呢，就会忽略我们的这个繁衍生息对于整个经济的这种影响。因为大家会觉得那个事情不是我来决定，而我能决定的是我自己是否要不要孩子，是否要谈不谈恋爱，我自己是否觉得这个东西能满足我的各种需求情绪的需求、生理的需求等等。如果我觉得不能，那我可能就不去做选择了。我做这个选择与否，跟大的经济的情况，跟大的什么集体的这种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我就出于我个人的这种要求。所以这种转变的时候，在经济在人口上，它基本上是同时的。但是我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这么关注这个生育率，就是因为现在的大部分人的这种低增长重质量的想法，然后其实是影响了对整个经济环境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你的房地产可能未来就是没有人接盘了，比如说养老，那以后对吧？以后年轻人越来越少，那就是没有人供着这个养老金了，它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就是对于这种个体意识爆发的不想生的人，你真的也很难通过任何的外部的力量就让他从一个不想生变成想生了。那我们现在怎么来应对这个事情？首先第一点呢，你提到了这个很多的问题，比如你提到了养老金的这个问题，对吧？你提到了其实还涉及到公共财政的问题你其实还提到了包括将来这个政府税收的问题，你还提到了包括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准确说都明白，对吧？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去讨论这些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所有的问题其实全是集体性问题，对吧？它全是刚才我描述的处在这个右边的集体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就是说，对于个体来说，我为什么要牺牲我个体的去解决集体的问题，对吧？对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么一点，你是不是特别的通透？就是发现，对，我们去讨论它所有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个体的。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讨论养老的问题，那对于个体来讲，我管你谁给谁养老的，反正我知道我将来我只给自己养老就好了，那我现在就开始给自己存养老金。那这个你说他这个错了吗？他其实没错，因为他是直接从他自己个体角度考虑的。我不养孩子，我养老金还更多点对，但是呢，对吧？这个我们可能就说，哎呀，你不能这么做呀！你这么做的，那整个社会的这个养老的问题怎么平衡呢？那已经老去的这些人的养老金从哪儿掏啊？
那你会说，那我管你从哪儿掏的，反正我肯定不会去掏的。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分歧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我们讨论它的人口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影响的时候，我们指的其实就是这个大的这种影响，也就是对大部分人的、对整个集体的对影响。而这个他自己的做出的选择，其实是就他个体最优的一种选择。其实我不觉得年轻人这个有问题，因为这个从他个体的角度来选择，这就是他最优的。其实原则上来讲，我们就是要去所谓的叫解决问题，准确说就是把这个所谓的集体的问题和个体的利益，我们要去寻找一个均衡，寻找一个平衡嘛。既要考虑到你现在的个体的难点、痛点，然后呢，去用公共政策，我能够去帮你去解决一些的，那是不是也就随即的能够缓和一些集体的矛盾？其实就这个逻辑嘛，对吧？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调研他为什么不敢生、不愿意生的这个根因。我觉得这个调研的时候，一定是从他的个体角度去调研的啊。所以说，很多网友就会说，那你们还用调研吗？难道我不知道吗？对吧？就是没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讲，上不了学的问题。对，我觉得不光是这个有钱没钱的，首先第一点，这个大的就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它不完全跟钱有关系，它还跟你的这个认知、眼界，对吧？然后跟你接触对世界的这种了解。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呢，之前有句话嘛讲叫，反倒是我们去看这个中产阶级往上的，其实他更愿意活得很自我，对吧？有可能呢，我们说这个像农村里的闲着没事了，那就如果没有约束的话，他们其实就负责生孩子啊。其实呢，大家去举这个例子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讲的，就是说，当你见识多了，对吧？你越来越开始这个灵魂觉醒，去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来，我到底要活成什么样？当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产生，我们说你把自己的这个利益放在首要的时候，那你肯定是做出最优选择。那么子女是否是我现在承担得了的？如果不是我承担得了的，那我就不要把它带回来去受罪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呢，生孩子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你再往上一点，就是完全没有经济压力且个体意识觉醒的，他反倒又倒过来了，他反倒是猛生的。比如说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富二代、富三代？其实人家都很早的这个结婚了，然后呢，生2个的、生3个的、生4个的、生5个的都有。有没有发现？对吧？为什么？因为对于他来讲呢，第一呢，他的个体意识虽然也觉醒了，早就觉醒了，对吧？有更高的这种认知，但是他因为没有了经济压力，所以说，换句话说，他其实就去完成了他的这个个体的延续嘛。所以说，有人说到单纯是钱的问题，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反驳的声音一定会说，你看穷的时候不是也生孩子吗？两头生呗。对的，对的，其实就是两头，而两头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确实从结论上来讲就是两头，而中间呢，实际上是比较顾虑的，就是说我自己又有很强的个体意识了，但同时我还没有足够的钱，中间这部分就是最痛苦的，也就是说它是最痛苦，也就是我们真正要调研这个大家不敢生、不愿意生的人群，其实就是调研这部分，因为这部分人的画像呢是既具备了已经觉醒的这些个体的意识。然后呢，又没有足够的钱可以随便的生，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它。平衡它只有那不一定是你的，但是呢，比如说你要平衡这类人呢，也就2种。第一种呢，就是要不他当年就压根就没觉，对吧？这倒简单了，反正没觉醒，也不去想那么多。那么能娶到老婆，反正孩子只要有的吃就行了，那就生，对吧？那当然，他们肯定退不回去这种状态了。所以说呢，他能不能上去呢？就把收入一下子变成这种土豪的这种收入，不去考虑这些问题的，但有很少人能做得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政府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你说政府能去干预他们的个体意识形态吗？这不可能的，对吧？对。但是呢，那政府只能是去尽量的帮他去对冲这种他担忧的这些东西嘛，包括教育啊、医疗呀，对吧？然后呢，生育的成本呀、结婚的成本呀、谈恋爱的成本呀，那这些东西尽量的是需要对冲的。所以说，你把这个分析完了的话，你会发现实际上是没毛病的。就说到底，还是要解决他们这个真正意义上愿意生敢生。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我们知道它是主因，但那个东西改变不了。所以说，我能帮到你的，肯定还是从单纯的我们说这个钱的这个手段上要去帮到他们。对的。对，就是说不想生和不敢生其实是2件事儿。就是有一些他可能自己活得很好，然后他就是想追求自我实现的，他就是不想生孩子。那对于这类对于这类人，其实也就是很难通过任何外部的因素去干预了，他就活好自己就行了。那对于有一些他其实想生，但是
不敢生的可能是我们可以重点去支持和干预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我可能也属于那种想生和不敢生的这种政府需要来扶持的类型，但是我就会在想说，那你政府到底要花多大的这个力度和给多少支持才能够让大家放心？这个其实很难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多人，你说你一家给1万大家就能生了吗？那你给10万就能生了吗？还是你给100万，对吧？哎，我觉得你刚才这个其实非常好，就是不想生和不敢生，这其实确实是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是从这个不想，实际上就是从他的个体意识形态够不够强烈，这个就是想不想的问题了。而这个敢不敢，其实说白了就是右手端这个成本了，就是右手端的这个成本了，对吧？首先这一点确实我同意，就是说想不想这件事情很难去解决的，对吧？尤其在当前这种大环境下，对吧？你这个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你都这个对吧？大家对自我的这种认知啊，都越来越强烈了以后，这个想不想其实完全很难扭转，不像当年对吧？我们可以说生孩子，然后呢可以是这个我们说很光荣的一件事情哦，那大家夸夸都去生，不会的。现在基本上我们由于大家个体认知很独立，大家绝对不会受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种影响的。我就是想过好我自己，这个玩意儿谁也改变不了。这块呢，确实我们能做的东西不多的。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说你敢不敢生很简单，就是说这里边就涉及到你生育的这个成本了。那当然了，我说可能对于好多年轻人来讲呢，甚至他敢生，他也想生，对吧？但是呢，他可能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对吧？谈恋爱都是个问题，对吧？然后呢，对吧？这个丈母娘又是个问题，然后再到后面，这个用我话说，生之前光准备工作要有很多。那第一关就是找一个正常的、靠谱的男的就很难了。对，咱们不树这个叫男女对立啊，就准确说呢，就是说，现在叫男女双方，你现在这个匹配，现在就是很难了，因为，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是也是涉及到两块儿，就涉及到第一呢，价值观的这种相同性，对吧？现在呢，孩子们用我的话说呢，就是说，宁可空着，绝不凑合，对吧？所以他对这个价值观的这种大家要能够玩到一起，能够生活到一起，这一点其实用我的话说，这个叫绝不凑合，他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第二呢，是现在真的说谈恋爱到结婚的时候，因为你后边从组成家庭之后的成本就非常的多了，不确定性就非常高了，所以这就意味着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双方甚至包括两边的家庭也好，要去组建的时候，他是承担的东西太多，承担东西太多太多。那么双方的这种顾虑呢，就非常的这个大，而在这儿呢，又增加了我们说一层这个难度，对吧？你就顺利的组建了家庭以后，再到生孩子的时候，小夫妻俩可能又要考虑很多了。哎呀，我们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呀？有没有稳定的工作啊？能不能供得起子女呀？能不能什么这个解决教育的问题啊？等等。那所以说这就一层一层的阻碍，使得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对吧？真正的能够没有什么太大的顾虑，能够想生就生的。其实现在就变得越来越寥寥无几，对的。对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说能出台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提高生育率？我觉得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政策，我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其实你准确说就是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打个问号的。就是有没有政策呢？肯定是有政策的，但是对，有没有能管用的，就比较不好说。对，能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其实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文明和背景来讲，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它可能更多的是还是一个自然周期的一个状态，自然周期的一个状态。因为我感觉你不管是生育津贴啊，还是说比如说增加休假呀，或者是这种给这种0到3岁或者0到6岁的一些育幼资源，就是增加补贴啊，或者是什么 work from home 这种居家办公的模式，就是所有的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它可能更多的是对就是本来就要生孩子的人有一个更好的生育的环境，但是对于那种不敢生的，他可能很难解决他们的顾虑。对的。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肯定跟西方去比较嘛，因为他会说，你看这个西方也好，甚至包括日本也好，都补贴那么多了，对吧？也没见他们的，其实也没见他整个这个出生率慢慢的能够这个修复过来。当然，其实日本悄悄的说一句，其实隔壁的日本其实已经慢慢在修复了，慢慢的在这个慢慢在修复了。所以说这个逻辑呢，用我话说呢，其实我们去看一下这些，就是我们印象中的这些不敢生的一些问题。如果说你现在比如说工作稳定，然后呢有房子，很少的这种债务，我们说婚姻这个东西再难匹配，
你也是能匹配上的，对吧？用我的话说，对吧？是吧？你这个，对吧？你比如说女孩子拖到32到33了，你如果说不是真的想自己一个人过一辈子的话，用我话说，你还不得降低点要求，对吧？你说是降低物质方面的要求是吧？不，你降低各方面的要求了，对吧？你可能20多岁的时候，你想要个，对吧？什么李泽言这种帅哥，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到30多岁呢，你可能就想的是一个能可以这个走就过一辈子的人了，就是这个要求不一样，对吧？但是呢，用我话说，为什么要为了结婚而降低要求呢？这就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想法呀。对，哎，这个错了啊！你不是为了结婚，你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其实是为了有个伴儿。对吧？你其实人嘛，你除非你是特别能够接受孤独的，对吧？特别能接受孤独的，否则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肯定是要找个伴儿的。就是说，你所谓的以前呢，无非就是我想找一个我方方面面都满意的伴儿，对吧？但是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你肯定慢慢最后变成就是主要是想找一个老伴儿，能老了一直陪伴你的，对吧？那这个用我话说，你只要想。首先第一点，他只要想的，那我们第一步肯定是要排除那些不想的，对吧？那不想的这个东西是你个体的意识形态，这个玩意儿谁也改变不了，对吧？谁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你只要想的，原则上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则上来讲还是能找到匹配的，无非就是你所谓的高的和低的，高不成低不就嘛，所谓的高和低的匹配的问题。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大的这种5000年的历史文化，加上农耕文明。其实我们只要是安逸的，就是生活上只要是安逸的，原则上都是愿意去繁衍生息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批啊，我其实更愿意说的是，像是压力太大，收入的压力啊，债务的压力啊，育儿成本的压力啊，买房的压力啊，其实这部分还是太大。所以说我只能说，我们的尝试呢，还是说尽量的帮他去减轻这一部分的压力，当他的这个稳定的环境有的时候呢，他其实自然而然就会去寻求这种繁衍。但是我现在就是感觉是，即使是社会或者政府上给了一些缓解压力的，就比如说你最简单的，你就是给钱是吧？最简单的这种方式，但是实际上不够的，对的。其实就这个，其实用我话说，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就困扰他的这个东西，远远的超过1万块。别人那1万块肯定就没有意义嘛，对不对？那你觉得什么是有意义的吗？就是什么样的就可能好使？最简单，我觉得最基本的是房的问题。对吧？其实说到底还是房的问题。就第一呢，这个因为买不起房，所以不结婚不生育，然后呢不恋爱，对吧？然后呢，现在到变成了，就再往下就变成了，因为你不结婚不恋爱不生育，其实房子就一定会跌，一定形成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嘛，也形成这个关系了。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用我话说，你现在又想让大家翻过来去结婚生育，然后呢意识形态又不能改变，那你可能是。尽量的，就是把他们的变得容易一些嘛，就生活变得容易一些，他自然而然就愿意去干。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是一定要排除那些主观意识形态上他就压根不想结婚、不想生育的，把这部分排除以外，用我的话说，确实他是因为客观因素的，那这些政策可能对他来讲会有用。比如说，你如果结婚了没有房子了，那么政府呢给你提供可以很低租金的这种长期的廉租房，那这样让你去解决你住房的。这种压力，对吧？孩子呢，这个也没有像以前那种什么就是户口的这种约束啦，对吧？当然了，我们说现在包括教育资源的这种再分配啊，可能都慢慢的会这个不像以前的那么的紧张了嘛，因为你毕竟人口的总高峰期都过去了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我们肯定还是要积极的去引导他们的。就有点像回到父母那个年代，就是说你自己本来住一单身宿舍，然后你结婚了，说哎，那你都结婚了，公司给你安排一个那个夫妻的宿舍吧，差点这意思。对，我觉得其实很好，就是说分析父母那个年代，我觉得对现在其实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第一点呢，就是我强调的，父母他们那个年代的这种自我意识没有那么强，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主因啊，最重要的这个主因。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对于家庭的意识，就是对于传宗接代的意识，这个意识要比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要强。就第一呢，他的这个个体意识没那么强；第二呢，他集体意识要比我们现在的强。然后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确实也从客观上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这种环境。你单位有分房，对吧？然后呢，你甚至包括一些工厂啊，或者一些机构啊，国有企业啊，它都有这个所谓的企业的幼儿园、企业的小学，
对吧？企业的食堂，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甚至还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父母加班的时候，这个单位加班很忙，对吧？然后呢，你可能楼下的这个什么这个张大爷啊，楼下的王大妈呀，可能都带着十几个小孩儿，就还帮你带，他还有一个很近的这种邻里的这种互帮互助，对吧？就是那种小集体，其实能够帮你解决很多问题。时间已过去30分钟，大脑透镜提醒您稍事休息再继续。现在呢，用我的话说呢，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呢，还有一种小集体啊，大家基本上每个环节上都要个体，对，每个环节都要个体。你真的是说现在夫妻俩都是上班的，又要还着房贷，你现在咋干要孩子呀？你要完孩子以后谁去带呀？怎么带呀？对吧？如果说两个人都去上班的话，这孩子怎么办呀？对吧？我记得我小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如果父母们都忙，那直接就把你往什么王大爷那儿一扔，对吧？你就去王大爷家玩吧，可能几个小孩都在那儿的，你们就去闹腾吧。12点钟可能就睡在谁家了，你不回家都没事的，对吧？那你父母就完全不用操心，不用去考虑什么这个孩子会不会丢啊，会不会拐啊什么的都没有。这个平衡在当年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开句玩笑话说，当年的这个育儿成本其实不高，真的是没大家想的那么高。但是现在不是了，这个综合的成本就综合下来以后呢，它的这个牵扯的精力啊、成本，比以前可高太多了。你也能理解他们。对，而且你刚才说这个，不管是给结婚的人啊，比如说国家提供廉租房，还是解决上学的户籍问题，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也确实能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但是自身说法来说，我有房子也有户口，但是我一样不敢生孩子，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养孩子的期待，就是已经跟就是我小时候就早就已经不一样了。你不是说我就是把他生出来能养活就行了，你对他是有一个很高的期待的。比如说像我朋友的，就是我看见他们的小孩，比如说你夏令营你就3万，对吧？然后你是不是还得送你还有时候你还得去个国际学校，你还得送出国。就是现在的多元化是比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多太多了。你越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你的这个焦虑和恐惧就越大。对，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其实跟经济中反映出来那个卷是一样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呢说到底呢，就是父母问为啥不担心啊？因为很简单啊，就不用卷啊，对吧？你可能这个高中上完或者大学上完，你马上就能有对应的岗位，就有对应的这个收入。那个时候呢，准确说叫广阔的天地要任你们这些年轻人去这个奋斗去打拼啊，没有广阔的这个天地，对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这些所有的资源要素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以后，它其实分配以后就固化了。固化了以后呢，那你这些新的这些孩子，用我的话说，家长们为什么焦虑啊？因为比如现在可能很多90后的家长们，他自己或者是一些85后的家长们，他可能自己就已经慢慢的在经历这种努力和回报之间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变得弱了啊，因为所有的要素啊、岗位啊、职务啊、薪资啊，可能都分配的七七八八了以后，你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去获得。但是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认为说，那我的孩子生出来以后，如果我不是一个好爹，能让他拼的话，对吧？那原则上来讲，这个孩子他面临的，对，他面临的竞争和回报可能还不如我。那当然，我现在只能是加大投入成本，希望他在将来这个人生的赛道上卷过别人，或者说卷出来嘛。因为整个这个经济的分配，在随着一代人、2代人、3代人、4代人之后，它慢慢的集中了以后，它就会生成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说普通的这些孩子的，他就会变成家长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卷，才认为能够将来出来。上高中已经不行了，得上大学；上大学已经不行了，得上名校；上名校了已经不行了，得这个出国，出国了可能也不行了，对吧？然后呢，可能比如说谁什么奥林匹克就加分了，谁这个音乐美术就加分了。这样的话，把这些所有的竞争这种压力，其实都透过这些东西转移给了孩子。所以你也难怪现在的孩子其实不快乐的原因，对吧？其实他从小小的年龄上开始就已经承担了这个残酷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分配的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家长烦恼，其实孩子也烦恼啊，一样的。是，而且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国家采取了一些政策，比如说取消这些补习啊之类的，就希望给家长给孩子都减负。但是实际上你永远都做不到，就是所有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你刚生的孩子都说，哎呀随便养养就行。那你生着你就卷起来了，对吧？你小学不卷，你就是初中你就开始后悔，就是变成一个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不停卷的这个轨道。对，因为它本质上来讲，
这个不是你个体改变什么东西就能改变的，它实际上是整个这个大的环境和大的集体里边的这种分配问题。你的这种焦虑和卷，其实也是来自于这方面。对啊，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对啊，所以说你知道它还会伴生着产生什么现象吗？你比如说它会伴生着产生，哎呀，反正这个孩子不要卷了，只能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放弃了这种竞争和卷了，他并不是说他有更好的办法，他可能也想透了，就意思就是，哎呀，你卷可能也是无边无际，这个无结果的，那与其这样，还不如主动的就放弃吧。对，那就跟年轻人一样，反正谈不了结不了了，那干脆也就不谈不结吧，一个人过得挺好。其实到最后是一种，你说一种绝望吧，其实也是一种放弃，就是一种绝望式的这种放弃。你比如说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好多孩子可能到最后就是说的，哎呀，其实拼自己的努力，那还不如拼爹的，对吧？对啊，是呀，我就想，就是如果我有孩子，他就完全复制我一样的轨迹，就是我上过的所有的小学、中学、大学，那我现在是供不起的，就是我现在要付出的成本远比我父母那个时候要付出的成本高太多了。而且呢，说实话，这些成本对应的这些收入来讲，你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吧？是的，但是难度增加了不少，比父母那代难度增加了不少。但是我也在想，就是你说现在就是那出生的人口越来越少了嘛？那比如说是不是再过10年之后，这个孩子也就越来越少了，年轻人越来越少了？那个时候的各方面的压力是不是其实小了？就不管是就业上的还是买房上，那时候小孩可能也都不缺房子。那从这个方面想，他是不是也是有好处的？这就是一代人的命运嘛，对吧？它的这个坏处呢，会集中的反映在一代人身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房子吧，对吧？我们现在可能会说，哎呦，这些年轻人不生，我们将来这些房子卖给谁呀？对吧？然后呢，谁就是你说的谁替我接盘呀？对吧？我这房子将来怎么去卖更多的这个钱出来，对吧？掏空这个年轻人的口袋啊？哎，你换一个角度呢是。哎呀，也许等我们走的时候，那批孩子们可能他手上都不缺房，甚至到那个时候呢，他们也不需要为房去这个发愁了。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呢，用我话说，终究是要有一代人要去承担的。那你比如说最后买了房子，那他其实原则上来讲，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牺牲你自己的青春收入，就是牺牲你的个体价值呗，对吧？就把你的个体价值牺牲掉，然后呢，满足这个集体的这个需求。那最终呢，换取的是下面的人他的这个个体呢，就不用再去牺牲了。那其实不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吗？对吧？我们现在其实去看，现在去看，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前几年的时候，我跟很多人说，我说隔壁的邻国日本，它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路径是很像的，就是二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财富呢都快速的积攒在了它的这一代第一代和第二代人之间吧，算是。然后呢，它之后的这个二代和三代之间的这个距离呢又太近，所以呢就造成这之间的这个财富的分配不均衡。那么你想从90年到算是12年吧，这小22年的时间过去之后，那么第一代人老去走，那么第二代人呢付出了这个代价嘛，就是他要去承担这些所有的我们说这个集体利益的损失嘛，然后包括房地产在内。那么但是呢，他换来的可能是第三代、第四代人当前现在的这种情况，对吧？比如说你现在可能看到日本就出现，哎呦，你只要大学能毕业，你的这个就业找工作是很容易的。然后呢，你只要愿意伸手，那你现在工作就很容易的。就像这个海外TikTok上说的这个描述的一样，就是说一个这个应聘的，可能现在是4个招聘的，对吧？他就不再卷了嘛，这就是他的那种状况。那其实倒过来，反正放到我们现在这一代来看，我估计这路径也都大差不差的。其实你想再过个10年左右，你在韩国会不会也不再卷了？对，韩国现在生育率倒数第一，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整个教育和就业太卷了。我前2天看他们有一个新的韩剧叫《毕业》，其实讲的是他们整个中学补习班的事儿。你就看见所有的韩国的中学生就是下了课集体去补习，没有人不去补习。我当时就觉得太可怕了，就是一直补习到10点、11点、12点。对，那你想20-30年前的时候，日本也一样。那既然我们在短时间内可能很难说把这个生育率提高上来，那我们其实不得不接受的就是我们要面对一个老龄化、少子化的社会。我们是不是不如更积极的去应对这个事儿？对，我觉得可能从我们的每个人个体的角度来讲，考虑的实际上很简单了，就是说这种东西是不是很容易的去扭转？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其实要考虑的是这个维度，因为这个时间维度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时间里边的这个做出的选择就很关键了。
对吧？我清晰的认识到当前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那我们每个个体才能做出正确的一些选择嘛和选项嘛。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正确的选择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吧，就是也不太可能改变的，就是每个人反正依然是继续的会强化自己的个人意识，对吧？就是说对，我可能更多的考虑的是先别管别的，对吧？生不生的这些都不管，我怎么能去就是活出价值来？我怎么能活出这个我想要的这种生活来？这可能我觉得这个感觉会越来越强烈。第二呢，依旧不会改变的是，如果没有合适的，就去凑合凑合，不会的。就没有合适的就空着，有合适的再说。然后呢，这些呢，用我话说，主流意识形态，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变。然后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其实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放到8、9年前，就是15年、16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新生儿就已经开始断崖了嘛。对，那其实对你可能对于一些聪明的投资者来讲，马上就应该意识到，哎呀，那这个将来我的这个固定资产，尤其像这些房子，那将来其实对吧？我本来就是享受了80年这一代你们的人口红利，你们的集体主义意识，你们的刚性需求，你们的这个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就基本上我把80后的集体意识的所有红利都在房地产上吃完了嘛。那我其实我要看到这种转变的话，我肯定会做出对房子的一个准确判断，我不会盲目的认为说房子还能持续20年、持续30年，不会的。我可能会认为，如果收入增长跟不上来，那其实这个疯狂的这种市场肯定就不会持续的，因为谁去买呀，对吧？就像现在很多可能00后的孩子都会说，哎呀，我不买房，对吧？等父母老人一走，手上可能5、6套房。所以说这种我估计慢慢也会在年轻人脑子中间也会有强化的，也会有强化的。对，是的，而且确实现在可能租房比买房更合适，从这个现在这个租房的这个回报率来讲的话。不，其实租房也好，还是买房，本质上我认为就是在2个选择中间，对应的不同的答案。你要选择，我们说这种叫大局观吧，那你可能就会说不买房不行。你要选择个体观，就是我自己活得开心就好，我换着住，我轮流着住，那我可以告诉你，那肯定是租划算。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这答案其实都是一样的。就说大家都大局观的时候，那房价是一定是蹭蹭蹭的涨的，因为你必须都得买。但是都服从个体的话，那大家想想，那我没买的必要，我收入又不是那么多钱，我又跟不上，我何必把自己束缚在这儿？那比如说，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像海南这种旅游性房产，那将来就是这样子。对吧？你可能到了年轻人会想，我为什么要买它？200块钱住一天不挺好吗？我换着住不挺开心的吗？对啊，我也这么想。就包括那个阿那亚不是一直在卖房子嘛？我其实有一度就是觉得很想在那儿买，然后后来也是我周围的朋友都劝我说啊，你有买那个钱，你就去那儿住，你一年能住几天呢？然后你加起来可能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对，你说这句话不对吗？这句话超级的简单，肯定正确。但为什么你要想为什么过去的这十几年，像这种旅游性地产依然可以卖得很好？对吧？那大家既然都想得这么聪明了，为什么呢还会陷入到这个里头去呢？其实这个用话说就是那个最核心的因素吧，就算是最核心这个因素，其实是这个。就是虽然我们很高兴国家愿意做这个调研和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政策，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这个生育率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提高的，但是就会从宏观上很焦虑嘛，因为我们会觉得说，那这个经济的效应是会很明显的有问题的。那可能除了对各行各业的，我们刚才说的房地产的影响啊，然后比如说一些什么儿童品牌啊、服装品牌啊、家具啊、医疗养老这些各行各业都会有影响。那往大了说，可能在你以后在校大学生越来越少，那你未来整个中国的技术优势和国际上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小。那再进一步，是不是就会拖累中国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甚至是引发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就你把这个。就是你常这个问题说小也小，但是说大它就是一个会很大的问题，好像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对吗？对，就刚才你其实哇说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对吧？有很大的，有这个很小的。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一呢是房子的问题，第二呢是公共财政的问题。因为有一句经典的话，对吧？你记得吗？叫内债不是债，只要人还在。对吧？它本质上是一种税嘛。税等于税源乘以税率嘛，那税源对于内债来讲，就是对于政府的对内债务来讲，这个税源不就是人口嘛？
这是很简单的，对吧？序言的核心是这个人口和人口创造的这个价值嘛。你要么说单个人创造的价值很高，要么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这个人口。我们现在不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转折的节点上吗？对吧？我们希望提高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其实也就是提高我们单位个体大家创造价值的能力嘛。那么，但是呢，在这两个转折的这个阶段里，我们说人口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人口逐渐的这个消退之后呢，你很多公共财政是不可能维持的，对吧？你比如说你的乡村的这些公路啊、铁路啊、桥梁啊，对吧？你比如说好多村里现在可能就只剩下十几户孤寡老人了，那你这个东西你怎么给他匹配公共设施啊？我给他匹配公交车，还是匹配这个公路桥梁？那么这就是老龄化了以后，它慢慢会带来的。包括公共财政收入，甚至公共财政支出都会发生变化。这所以让你知道，我之前跟一些这个像我父母他们这些老年人，我说你们不要去那些什么看似很美好，但是又很偏远的地方去养老，因为你最终会发现呢，这些公共财政呢，它不会往那边倾斜的。对吧？就是说我公共财政本来收入就已经少了，那我肯定把支出用在人多的地方，我怎么可能会用在人少的地方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呢。对吧？经历过那些环境好的地方，只适合所谓的现在大家很流行的青年养老院。对你自己还能蹦跶的，对吧？谁叫你不需要那些公共配套呢？你可能还好一点。否则的话，基本上你就发现最后你还是城市周边养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还是考虑到这些公共财政这个支出的一些问题。就是说这几个都是明面上现在马上就能够涉及到的。还有就是老龄化还会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储蓄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本和财富积攒在这个上面这一代人了以后，随着他的老龄化，第一呢，他风险偏好下降了；第二呢，是他的这种财富发生转移，就这个代际传承这个周期内，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出现储蓄过剩的问题。老年人他没什么可花的地方了，对吧？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欲望了，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偏重于这种把钱留着储蓄，对吧？然后呢，尤其是他最后这个进 ICU 病房的时候又要花很多钱，他就会更这个偏向于这个储蓄。所以说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主要的这批人老，然后财富还固化，那么他拼命的储，年轻人拼命的种不着，那这不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经济里边存在的这种现象吗？经济里存在这种现象。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怎么样鼓励大家生育？就是因为很多人说，我现在岁数大了，我也不会指望着孩子去养老了嘛，因为观念已经改变了。但是就会说，你如果即使是你自己有钱去养老院，但是如果你没有孩子，可能也会受到区别对待。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是不是可能还是有孩子能更好的支撑你的养老？哎呀，没事嘛，你花5000块钱买个年轻人，让他来陪你喽。对吧？我告诉你，很快的都会流行一种现象。第一种现象呢，就是说，反正现在的孩子出去工作就业也卷，对吧？反正这个月薪也不高，那我干脆我自己给自己孩子开工资得了，让他陪着我，对吧？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比如说全职子女。全职子女。第二种呢是不是我亲生的，但是我也可以向社会招聘嘛。比如说我现在我老了，对吧？我没有子女。那我可以开出一个6000块钱五险一金，然后有没有人愿意过来？你的主要职能就是陪好董事长，就完了。这样也不错，这样解决了就业和养老的问题。对，你说有没有大学生可能现在来去应聘这种？有人说这叫保姆啊，那我可能会告诉你，不，我可能告诉你，年轻人你不需要当保姆，我会单独的再聘请一个，比如说会烧饭的阿姨当保姆，你就当情绪价值提供者就行了。对吧？这听起来不错，就主要是起到一个陪伴和心理咨询的作用。对，我跟你讲，这以后像这种老年陪，应该还是蛮需要的一个行业。你这就无意中开始了一个新的赛道。其实也不新啦，对吧？其实经历过老龄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的行业，对吧？我们其实也会有，要不我们合力搞个 APP，名字就叫老年陪，怎么样？可以，那个听友们有兴趣的可以来投资我们这个项目。对，搞一平台，然后完之后我们来抽成，对吧？我们就把这个要上门给老人提供情绪服务的，然后呢，那你这个平台得扩展一下客户，不是光给老人提供，年轻人有的时候也需要提供一些情绪服务。年轻人先挣钱好呀。你要是真的需要情绪服务的话，就找个男朋友谈恋爱了，对吧？搭子，这叫搭子。
啊，对，现在年轻人叫搭子，对的，各种搭子，笨搭子，什么搭子。好了，所以反正我们就是，哎，那你就想回到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聊的那个话题。既然我们其实采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鼓励性、支持性的政策，也很难在短时间解决生育率的问题，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就真的考虑一些移民的这种方向呢？哎呀，其实理论上来讲呢，你会发现呢，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移民政策对一个国家来讲都很重要。但是中国呢，或者说整个东亚地区，我觉得都有一个大的历史包袱，这其实可能是最大的。对，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对的，所以我觉得一直是有个最大的历史包袱的。比如说你爸妈能接受你找个老外吗？对吧？那，比如说我想想，我能接受吗？我可能能接受我们家男孩子找个老外的女的，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女孩子找个老外的男的，我觉得我多多少。所以这其实你说这种别扭到底来自于什么？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来自于刻在骨子里的那种历史痕迹，对吧？不说这个话对不对？但是大体上就是这意思，对。是的，就是这个价值观可能不一定正确，但是确实我们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想法。对，这不代表着什么歧视不歧视的问题，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个刻在骨子里的，对吧？这种问题，只有我同化别人，没有别人同化我。是的，那好的，那我想，反正就是我在就是最后想说的是，就在我们整个社会可能鼓励生育的同时，其实我们需要打造的是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就这种生育友好，不只是说对鼓励大家生育和对想生育的女性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对生或不生都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就是你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不生。首先，这个社会对所有的选择都是要有包容的。那对于想生的人，然后我们再提供一些支持，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所谓的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对的。好的，那谢谢付鹏老师，我们也没有聊出一个什么解决方案来，就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能够单一能解决的啊。